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聊一下，在美国生活久了，你会越来越发现，这个社会对你的态度其实就是一句话：只要你能够持续的付钱，这个系统就会为你运转。一旦你付不动了，一切马上就会翻脸。很多第一代移民刚落地美国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给镇住了。车子好便宜啊，独栋的大 house 价格也相当的亲民。可是，一旦你签了字，拿了钥匙，才会对你露出美国最残酷的一面。同样是买了房子，每天一睁眼就是无穷尽的账单，还有焦虑。有的人资产越滚越大，有的人买了房子，俨然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吞金兽。每年有雷打不动近万美元的房产税，保险费从几百上涨到几千，每个月还有200-300美元的 HOA 物业管理费。房子一旦出了问题，屋顶、电路、暖通，随便修一次都是几千上万。美国这个社会从来不会给任何人兜底，但凡你在美国生活2年以上，你会在一个偶然的早晨突然明白，如果不工作又没有现金流收入，这个体制明天就会把你踢出局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，那房子就变成了一个放大镜。懂财务的人会把房子变成杠杆和资产，不懂财务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变成长期的房奴。所有的收入逐渐都会被房子给抽干。为什么有些人在美国，他们越活越轻松，有些人却越来越累，像是活在几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？这一类人，他们的落差感往往是最大的，那就是从国内带着光环过来的城市中产。这一类人的背景非常的典型，在国内有房有车，收入也不错。怎么说，在国内也有一个几百到3000万的净资产，在国内算是绝对的中产阶级。他们有关系，有圈子，有身份，而带着孩子来美国是为了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环境。刚来的时候手里面捏着50到100万美元，希望找一个像样的社区，最好是独栋，再顺带还必须有一个好学区。买的时候心里面还在想，用同样的钱，在国内一线城市也值得买一个小三房，而在这里却能买一个大 house，有天有地，可能还会有一个半亩的院子。当真正开始养房的时候，才发现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房产税、保险、HOA，如果还有房贷的话，那每年的支出有大几万美元，动不动再修一个屋顶，换一个暖通，那费用的支付真的是心疼。甚至大部分的家庭在国内就经历过这个房价上涨、资产翻番的那个时期。在美国，听说每一个州的房子非常的便宜，租金高。听了某些人讲的这个年化10%的案例，于是他们开始用中国的思维在美国炒房。问题是，美国的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区域碎片化的，就是城市和城市的差别会很大，哪怕就是同一个城市，不同的街区、学区、房龄、租客结构，都决定了是完全不同的租金结果。很多跟风买房的朋友，大部分都成了接盘侠。如果收入来源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存款，1-2年还能扛得住。到了3-4年以后，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快坐吃山空了。原来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你可能一天去一次餐厅吃饭，最后改成了1周最多1次下馆子。
还有一类人就是非常的典型，那就是大厂的这种高薪家庭，这种是大家印象中的美国梦的标配。夫妻俩都在科技公司上班，他们的工资高，股票多，简历非常的好看。可是如果你真正的去接触他们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全球目前最卷的一批华人。从小卷名校，卷简历，卷进大厂后，卷股票，卷这种好的学区房的豪宅。过去的十几年，他们确实吃到了美国科技时代的最大红利。但是现在 AI 改变了整个社会，科技行业也在大幅的裁员，这些人开始面对失业和薪酬巨降的事实。尤其是当你背着一大笔房贷的时候，你对这套房子的感受就会变成从资产变成了压垮你生活的巨石。这类人的表面非常的光鲜，住着大 house，实际上每天最怕的就是公司突然发一封裁员的邮件。因为在美国的公司，最残酷的一点就是，他不会因为你过去的优秀，对于你手下留情。还有一类，当然就是另外的一种人，他们刚刚来的时候谈不上任何的光环，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光彩。他们的起点一点都不高，他们的语言一般，学历也是非常的普通。刚来的几年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脏活累活，比如说搬运、装修、餐馆的后厨、夜班的司机。他们住最便宜的公寓，开最破的车子，不敢随便生病，也不敢轻易的辞职。白天干活，晚上学英语。为了多赚一点钱，一天打2份工，甚至是3份工。他们买的第一套房子，住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，位置也很一般，老房子的装修非常的简单。但是他们的想法非常的简单，先活下来，先站稳，剩下的慢慢变好。这一类人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愿意用时间来换未来。他们不一定能赚得最快，但是他们特别的能熬。别人嫌远的地方，他们愿意去开；别人嫌累的活，他们愿意去干。10年以后再回头一看，很多人已经从这种出租的公寓搬进了自己的 house。再后来，他们的孩子开始上大学，有人换了学区，有人换了城市，开始有了第二套房子、第三套房子。你会明显的看到，他们未必是一夜暴富，但是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在一点点的变好。所以很多的这一类的第一代移民，哪怕生活再辛苦，最后他们还是选择留在了美国。不是因为这里很轻松，恰恰相反，很多人来了美国以后，他们吃过的苦比国内还要多。但是区别在于，以前拼命努力，却一眼看到自己十几年以后的样子，房子依旧买不起，孩子可能会重复自己的生活。可是到了美国以后，很多的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长期努力的这件事情，真的可能慢慢的改变你的生活。现在美国的房市跟十几年前完全不是一个故事。那个时候主旋律是低利率，这个资产的通胀，不买就会变得更贵。而现在的关键词更接近利率高位震荡、区域分化加剧，还有房子的持有成本在上涨。以前很多人是靠运气赚钱，现在还能留在
牌桌上的人，越来越靠认知、靠现金流以及长期的持有能力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准备在美国买房，我觉得你至少先要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有没有把养房当做一个长期的项目？买房只是一个起点，真正考验你的，而是你是否能够持续的负担得起这些固定的支出。你有没有给这些突发的事件留好现金流的缓冲？你是否理解利率、税、保险这些变量？如果你没有能力算明白这几项，最好先别着急上车。第二，就是你的收入结构能不能够撑得起你要的房子。假如你的收入出现了波动，这套房子会不会第一时间把你拖进这种斩杀线？第三，你是不是把房子当成唯一的翻身工具？很多人一提到这种阶层的跃迁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靠房产。但是现在的美国，如果你只押注房产，不在乎自己的职业和能力，那你很有可能被这套房子给榨干。在美国这里，最贵的从来不只是房价，而是你能够持续赚钱的能力，还有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以及在漫长的周期里面依然能够坚持往前走的毅力。在美国，同样是买房子，最后却活成了2种人。为什么很多华人在美国越活越累呢？在美国，房子的背后藏着完全2种不同的人生。我们判断构价一向清晰，中期看土地的稀缺性，短期看政策的红利。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房价才具备稳健的支撑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产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房地产资讯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带您拆解更多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投资地产的项目坑数不胜数，还有一些规律可循的。欢迎订阅，我们一起探讨分析地产项目。感谢支持。